注意看，这个男人沉迷单机游戏无法自拔，好朋友为了劝他，只好对着电脑主机来了一枪。没寸。到底是怎样的敌人，才会让美国佬反思自家历史？ To this space civilization, we're like 16th century Aboriginal Americans watching the Spanish Armada come over the horizon.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一个精英女青年为何会心甘情愿嫁给一个衣来张口、饭来伸手的废物？你这半夜在床上看见自己老婆有什么可怕的呀？你说的是没拿刀的那种。伙计们好，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拉萨偏偏。上回我们说到，人类世界出现了重大危机，有个掌握超自然力量的神秘组织在打击人类的科学专家。警察史强和科学家汪淼联手调查，发现一个叫叶文洁的退休老教授很可疑，就此揭开了叶文洁在文革时期经历的往事。与此同时，史强注意到另外一个人，研究数学的魏成，他的研究似乎与神秘的三体游戏有关。这是因为此人的主动自首，还解开了三体游戏的谜团。只不过在那之前，剧本还花了相当篇幅告诉观众，魏成反水多亏了反派其内讧。而内讧的故事，我们需要从很久没说的木星聊起。作为一个原创人物，木星这个角色就是为了给观众展现潘寒的故事线。之前木星费尽心思和潘寒搭上线，甘愿被潘寒利用，好从他那里获得各种猛料，制作着揭露环境污染的视频，想搞点大新闻。然而木星也不是个傻子，他清楚潘寒和科学家自杀事件有关联，绝对不像表面上那样正经。经过长期合作，木星逐渐意识到这人身上有大瓜，潘寒能量大得惊人，各种机密的信息数据他都能搞到手，可见其身后还有这强大的力量。其次是潘寒这人的价值观有点极端。打个比方，环保问题咱们都知道，无论是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事故，还是日本向太平洋倒核废水，或是美国俄亥俄州点燃泄漏的化学原料，正常人听到这些事都会认为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它造成的后果取决于人的态度，造成危害也完全是人的问题。但潘寒提供的资料则是引导人们把矛头指向科技本身，得出人类压根就不该发展科技这个结论。人家潘寒也有理由的呀。我们只是展现了事实，并没有强迫任何人去选择和判断。这话看起来很有道理，实则很不要脸，因为想要给大众洗脑一种观点，根本不要歪曲事实，只需要改变宣传的侧重点，或者改变议程设置，就能引导民众得出他们想要的结论。这种看似独立思考，实则被动接受的例子，在传播学里还有很多。所以木星怀疑潘寒揭露环保问题，目的就是让大众抵制科技发展。这一点，他和大使达成了共识。之前木星调查科学家自杀的事件，曾经找到过史强，但都被大使当成狗仔打发了。这次大使意识到木星是真的查出东西了，所以二人顺利达成合作，各自展开调查。于是木星又反碰瓷上了科学边界的另一位大佬申宇飞。不好意思啊，我把您的车撞了。木星顺势参加了科学边界的聚会。话说，关于科学边界聚会这块的改编，剧版并没有做出更多的延伸，来回来去讨论的都是射手和农场主假说。会后，木星缠上了申宇飞，询问科学边界这个组织的目的是什么。申宇飞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让他去问潘寒，顺便还告诉他自己和潘寒虽然在一个组织，但并不是一路人。木星还以为申宇飞是不想回答，没想到他刚到家，潘寒真的来答疑解惑了。木星被吓了一哆嗦，这人偷偷潜入他家中，已经够得上报警了。但潘寒很自信，木星被自己拿捏了。他告诉木星，科学边界的目的是为了揭露真相。比方说，前2天有个新闻，国外的一个实验室发生爆炸，4名科学家死亡，其中1位还是诺奖得主。但潘寒却告诉木星，那天是4个科学家聚会打牌的日子，人都没在实验室，怎么会死于实验室爆炸呢？所以一定是新闻媒体欺骗了大家，而这就是科学边界要揭开的真相。人类是农场里的火鸡，也是他们要揭开的真相。潘寒没有告诉木星的是，策划这场恐怖袭击的就是他自己。木星问潘寒，真的有农场主存在吗？潘寒却表示，看你怎么理解。假如你来到一个原始部落，为他们带来现代的药品、种子和技术，那在原始部落眼中，你就是主。木星举一反三，立马意识到潘寒这话是在说，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超出人类认知的科技力量，那些力量就是潘寒所谓的主。大家有没有发现，潘寒把人类比作原始部落里的人，其实和叶文洁的想法是一致的，二者会不会有什么关系呢？咱们接着往下看。潘寒给木星解惑后，为了让他明白猪有多牛叉，临走时留下一个 U 盘，里面装着的是他们刚刚聊天的视频。打个比方，你现在捧着手机在看片片的视频，然后半分钟后你看到了小明是大片的账号又发了新视频，打开一看，正是半分钟前你看视频的监控录像，而你甚至都不知道拍摄的监控在哪儿，就问你怕不怕？在木星惊恐的时候，潘寒已经来到了申宇飞家里，找到了魏成。在上期节目中，大使和徐冰冰走访魏成，还是没搞明白他在研究什么。但后来和汪淼一聊，就明白了，魏成是在研究三体问题，并且已经取得了进展。而潘寒也是冲着这一步进展来的，他让魏成停下研究，停止你的计算，这没有意义。我不需要有你，这是我的兴趣。
见魏成不听劝，潘寒掏出枪装上消音器。魏成扫了一眼，吆喝：“你这手下模型还挺逼真。”没寸，没寸。魏成一看，这弹头是真的呀！嗨，你说啥就是啥呗，动枪就见外了。忽然感觉你说的很有道理。其实，在原作中，在欧淼第一次来到申玉飞家里的时候，就遇到潘寒威胁申玉飞，让魏成停下研究。剧版为了照顾观众，将魏成的戏份整体后移，并且用它来引出申玉飞与潘寒之间的矛盾。申玉飞听见动静，从楼上赶下来，支开魏成。魏成走后，这俩人又开始变精了。其实他俩之间争吵的桥段还不少，我们把这几架放在一起看，就会明白潘寒和申玉飞代表了一个组织里的两个派别，他们之上还有个叫统帅的人物。整个组织颇似宗教，教徒们信仰一个叫主的存在，主与人类就是农场主和伙计的关系，而主与统帅类似于上帝和耶稣这样的代言人关系。统帅给这个组织定下的纲领，乍一听有点可怕。为了让大家更清楚地了解这个组织的目的，我们把这里的请主降临平替为侵略一词，把主想成进入仙境的鬼子。以潘寒为首的一群激进派认为人类是邪恶的物种，必须毁灭全人类。他们希望太君们侵略人类世界，把人类全部弄死，俗称反人类变态。因此这一派被叫做降临派。申玉飞一开始也是降临派的，但后来许多人意识到，主之所以要侵略，好像是他们的世界遇到麻烦了，而解决麻烦的关键似乎就是那个三体问题。所以申玉飞转投拯救派，他们想要拯救主，好让太君们别侵略，只做个旁观者，改造人类社会就好了。这就是为啥申玉飞总是祈祷让佛祖保佑主。两派之间因为路线分歧，就跟华山派的剑宗和七宗一样，犹如冰炭不能同气。除此外，还有个幸存派，他们是为了自己子孙后代在主侵略的时候能活下来，所以甘当带路的，属于人言狗嫌，哪一派都不待见的存在。在拯救派眼中，你们降临派就是恐怖分子，说什么人类无法凭借自身力量抑制疯狂，就你们降临派那个疯狗劲儿才是最难抑制的。而在降临派眼中，你们拯救派太不自量力了，居然想阻止太君们侵略。所以潘寒一方面着手对科学家搞恐怖袭击，为太君们扫清人类科学界，一方面对魏成下手，阻止拯救派的动作。降临派和拯救派就好似兰州拉面和兰州牛肉面一样，都想证明自己才是正统。那争夺的关键就是对主的解释权。问题在于，降临派背后的靠山是组织里一个叫伊文斯的大佬，他们垄断了和主的通讯方式。而申玉飞的直接上级，也就是那位统帅，已经和主失联了。为了扭转局面，拯救派也开始部署自己的设备，准备重新与主联络。关于三派的大致区别，我还做了一张表格，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暂停看一看。拯救派设备部署的位置选在了海市的齐家屯，申玉飞买了前往海市的火车票，准备前去莅临指导。查到申玉飞要去海市的消息，徐冰冰立马向大使汇报。大使一机灵，他记得申玉飞在海市有个红参厂，一听红参，汪淼也机灵了，他第一次见叶老师，叶老师就送了他一盒红参。前2天基地老朋友过来看我，拿着。当他们找到那盒红参，一看生产地址，还真是在齐家屯，生产日期是2年前。再一查，这个红参厂目前还处于研发阶段，在市场上并没有什么销量。一个还在研发中的产品，却到了叶文洁的手里，说明了什么？说明申玉飞和叶文洁之间早有联络，说明大使长久以来的怀疑是正确的。随后，徐冰冰又得到一条重要信息：叶文洁也买了前往海市的车票。于是史强和汪淼决定第2天也赶往齐家屯。不过临走之前，史强先和常伟思汇报了一下调查进度，顺带催常伟思赶紧把叶文洁的通讯资料搞来。常将军本来还在打马虎眼，一听说叶文洁和申玉飞都要去海市，可能要去齐家屯，常将军瞬间明白过来了。红岸基地。大使和汪淼赶紧回家准备，打算坐飞机先到东北，然后赶上申玉飞乘坐的那辆火车。而此刻申玉飞在火车上也不清静，他还想要让拯救派彻底停下来，已经疯狂到安排人在火车上刺杀申玉飞。幸亏关键时刻，申玉飞接到了一个预警电话，让他根据电话指示行动，这才脱离危险。给他打电话的是一个戴着棒球帽的女孩，看起来挺瘦弱，但一出手就干净利落的杀掉了比他还壮实的杀手，并把尸体藏在洗手间，所有身份证件都扔出了车窗，然后锁上洗手间的门，潇洒离去。这么熟练，一看就不是头一回杀人。随后申玉飞按电话指示来到1号车厢，在这里见到了一个人，没错，那个温文尔雅、平平无奇的叶老师，就是反派组织的精神领袖，传说中的统帅。而那位戴棒球帽的女孩子名叫陈雪，是把原著中统帅的一个没名字的护卫改成了叶文洁的妹妹叶文雪的女儿。剧版的陈雪身世比较离奇，我们之后再详说。先说申玉飞对统帅的出现非常惊讶，他自己去齐家屯是因为拯救派新建立的通信系统就在被废弃的红岸基地，而叶文洁去齐家屯则是因为前段时间齐家屯的乡亲们告诉他，村里来了个外国人在教孩子们保护云山。叶文洁知道那是老朋友伊文斯来找他了，现在拯救派与降临派势成水火，所以他们俩该聊一聊组织里的事儿了。其实原著里并没有非常明确的告诉读者叶文洁偏向于拯救派还是降临派，
他的立场是模糊而又中立的。小说中，汪淼第一次见叶文洁，他正在给邻居家的孩子准备晚餐。他给这3个孩子准备了不同的晚餐，其实就是在暗示他凌驾于300之上的统帅身份。剧版在火车这场戏里，让申玉飞直接向叶文洁发问，他是否站在拯救派这一边。叶文洁是这样回答的：在组织最初建立的时候，他也没想到会有现在的分歧和派别之争。接着他又说了一个典故，为什么人类建不成巴别塔？因为神故意给了人类不同的语言，让他们无法沟通，难以互相理解。言外之意就是，现在组织内部的分歧都是主故意造成的，主就是不想看到人类团结一致。所以主站在哪一派呢？拯救派已经整整2年没有接收到主的信息。叶文洁则说，沉默也是一种信息，似乎暗示主选择的是降临派。大家别急着刷，主不在乎，咱们慢慢往下看。原本叶文洁打算就坐这趟火车，但现在车上死了人，迟早会惊动警察，所以果断决定在下一站山海关下车，改成汽车去西崖屯，比火车要快得多。可史佳和汪淼完全不知道这回事，他俩一大早坐上了老常安排的武装直升机赶赴东北，好不容易追上了这趟列车，上车找了好几圈，也没找到叶文洁和申玉飞。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在驶向2名警察身份后，他们从乘警那里知道了车上发生了凶案。大使意识到叶文洁不在车上，可能和那起凶案有关，于是他让汪淼联系叶文洁，表明自己也想去红岸基地看一看。叶老师也不装了，想来就来吧，反正有些事情迟早是要告诉汪淼的。因为乘车比较快，叶文洁提前来到了红岸基地，拯救派已经在这里架设了许多电磁监测设备，重点监听半人马座方向的所有宇宙信号，以此来聆听主的声音。但叶文洁转了一圈后，却表示把这些设备都撤了吧，没有意义。既然2年都没有收到信息，大概得说明人家不想联系咱，或者已经联系不到咱了。话说汪淼赶到雷达峰脚下时，被叶老师安排的拖拉机送上了山顶的红岸基地。此时拯救派安排的设施已经全部拆除，人员全部撤离，只剩下叶老师带着汪淼参观这里的遗迹，并且讲起了当年的故事。接下来就和上一期叶老师的生平经历续上了，也终于和原作并轨了。话说当年叶文洁凭借自己优秀的能力，得到基地政委雷志成的认可。雷政委告诉他，红岸基地是用来测试微波武器破坏敌人卫星的。得知这些真相后，雷政委特意把他从发射部门安排到了监听部门。基地的总工程师杨伟宁还是不信任叶文洁，对这次调动他炸毛的厉害。直到雷政委说出对此事承担一切责任，才让杨伟宁松口。雷政委告诉叶文洁，红岸基地的大天线既可以用来发射，也可以用来监听，而监听部门的任务很简单，就是对敌人在太空中的一切行为做一个监视。红岸是个眼睛，但这只眼睛有点飞蚊症，大家初中地理肯定都学过。每当太阳活动剧烈的时候，地球上的电磁通讯就会受到强烈干扰，而红岸的精灵活动受太阳影响就更大了。为了解决干扰，基地想要研究出太阳活动的模型，而叶文洁恰好写过太阳结构方面的论文，在国内算是最了解太阳的一批人，所以红岸才把他调进来。但在那个年代，叶文洁的身份背景是个大麻烦，就算叶文洁表现一直很好，就算是雷政委力保，也无法让他直接参与到核心课题研究，只能先把他调进监听部门观察一段时间。在那个年代，这种期盼对叶文洁来说真的是无比振奋的事，也让他在进入红岸后第一次流下泪水。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叶文洁在权限范围内开始大量的学习，根据安排进行工作。但逐渐的，叶文洁也发现越来越多不寻常的事情。首先是杨伟宁对他的态度越来越粗暴，尤其是当他在监听部做出成绩的时候，杨伟宁就越发焦虑。其次是监听部门似乎有别的任务，雷政委告诉他，监听部是用来监视敌人的卫星的。但有一次，他们截获了一颗美国卫星的信号，按理说是一次很大的胜利，但杨伟宁却粗暴的让他放弃这个目标，转移监听频率。再次，发射部门的水也很深。雷政委之前说发射部门在测试微波武器，但叶文洁去发射部门打杂的时候，意外发现他们的发射频率已经比微波频率还要低了。这个频率根本就不可能把敌方卫星烧毁。这些问题都说明一点，红岸系统另有神秘用途。而这个疑惑终于在某一天被解开了。这天，叶文洁被叫到雷志成的办公室，办公室里的气氛极为肃穆。基地扛把子雷志成和杨伟宁都站着，坐在椅子上的虽然不认识，但一定是大佬。上一次出现这种场景，还是他在林场被白木林出卖，市政治部的张主任前来问罪。叶文洁本来还以为往事会重演，于是他暗下决心，无论如何都不能让雷政委被自己牵连。但没想到雷政委先开了口，这些话的意思是什么？第一，我也先说红岸工程干这干那都是在骗你，爱护你提拔你也是另有打算。第二，为了发挥你的才华，我们必须告诉你红岸的真相，但必须得上级组织批准才行。第三，上级能信任你，完全是因为杨伟宁做担保。这时候可能就有人问了，前面不是说杨伟宁不信任叶文洁，而且对叶文洁很粗暴吗？原因很简单，杨伟宁自始至终都不想让叶文洁一辈子被绑在红岸基地，所以叶文洁接触核心岗位越多，他就越焦躁，因为他怜惜自己这位师妹。
但是当上级质疑叶文洁身份的时候，肯为叶文洁担保的并不是雷志成，而是杨伟宁。所以老年的叶文洁一提起杨伟宁都会说他是个好人。雷政委和上级通知完后就离开了。杨伟宁最后一次劝叶文洁，随后杨伟宁交给他一份绝密文件，文件名叫《世界基础科学研究趋势中一个被忽略的重要问题》。文章中提出，基础科学理论被转化为实用技术的2种模式，一种是渐进型，比如宇航技术。从300年前牛顿提出力学定律的时候，人类就知道该怎么飞出地球了，但直到上个世纪，我们才有足够的条件把人造物发射进太空。而另一种就吓人了，叫突变型，也就是基础研究理论一出现，很快就能转化到应用阶段，比如核武器。爱因斯坦在1905年提出智能方程，1939年人类才发现铀原子裂变现象，谁又能想到6年之后的1945年就连炸了3颗原子弹。那年头的地球或许有点不太平，北约和华约2大堂口都在不遗余力地进行基础科学研究，说不准啥时候就技术突变了。而当时的中国在2大势力的夹缝中，就得时刻关注2个大佬的动向，于是就有了这篇文章，分析有可能发生技术突变的领域，并且进行战略规划。文中着重强调的就是这个寻找外星文明。你想啊，万一哪个国家真的找到外星人，指不定会得到什么样的技术。中文互联网上曾流传着一个说法，美国技术发达是因为获得过外星飞船残骸，就在神秘的51区。不信你看，好多飞机设计的就像外星飞船一样，这当然是在扯淡。但也透露出一个道理，一旦和外星人联系上了，那人类的格局就会彻底被改变。此时苏联和北约已经在探索外星人上投入巨大的资源，但在国内相关的思考还很少。在原著中，大刘模仿一位战略家的文笔写道，高层长久以来缺乏对外星文明的思考，造成的战略视野盲区非常可怕。为了补上战略盲区，所以上边决定建设红岸基地，一方面探索宇宙中有没有外星文明，另一方面向宇宙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是为什么杨伟宁让监听部放弃跟踪美国卫星，因为他们真正的任务是监听半径1000光年内的2000多万颗恒星。这也是为什么叶文洁发现红岸的发射频率要低于微波频率，因为他们在测试向宇宙发信号。但监听容易，想要发射信息可就难了，要在宇宙里吆喝一声，面临2个问题，一个是这声音要别人听得懂，另一个是声音要足够大。咱们先说第一个问题，想要听懂就得用大家都能听懂的语言，就像是潮汕人和温州人互相听不懂方言，但只要讲普通话，大家就能正常交流。那什么样的语言是宇宙中通用的呢？答案是数学和物理规律。比方说《三体》原作第2部中，人类和外星文明接触的时候，先用电磁波发出一个点阵图，上面有6个质数，随后收到对方发回来的信息，同样是6个质数，能够识别质数，说明2个文明都有一定的水准。而在刘慈欣的另一部小说《乡村教师》中，判断一个文明的程度，就是测试他们对基础物理规律的认知。所以杨伟宁给叶文洁分配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就是用宇宙中通用的数学和物理规律建立一个语言源码系统，这个系统被称为红岸自译解系统。这个系统完成后，红岸真的用叶文洁创造的语言向宇宙发出了带有信息的电波，其中包括地球上的自然环境、历史、生物等概况信息，以及一封问候信。原作中第1版问候信完全就是一封大字报，充斥着那个时代的偏见和傲慢。这封信被一位大领导批注为以阅狗屁不通，原著里并没有说这位领导是谁，不过大家可以自己猜一猜，我打赌肯定不是斯大林写的。而剧版略过第1版信，直接借叶文洁之口读出了这封信修改之后的最终版本。这封信写的相当有水准，我把原文放在这里，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暂停看一看，或者直接去看原片。其实剧版里的这封问候信是 4.0 版本。王淼听叶文洁侃侃而谈，已经快被吓出冷汗了。你们就这么把信息发出去，就不怕给地球带来危险吗？叶文洁表示，你看红岸现在这个逼样，这得给地球带来危险了吗？他们当年发射的信息经过多学科严格审查，不会暴露太阳系的坐标信息。发射的时候也想尽办法降低被定位的风险，而且那些电波在广袤的宇宙中并没有走多远，这些信号会随着传播越来越微弱。这就是之前我们说的第2点问题，想要在宇宙里吆喝，你得声音大，而红岸发出的信号就好比是在辽阔的天空里有一只蚊子在哼哼。红岸的故事让王淼如痴如醉，他意识到一个问题，按理说探索外星文明就算是放到现在，也只能算是一个比较边缘的学科，为啥红岸基地会有这么高的保密级别呢？对此叶文洁的回答是，我们只能佩服红岸工程最高决策者思维的超前了。想要明白叶文洁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感慨，我得给大家补上原作中最高决策者的一段批示。这个工程让我们想到很多以前没空想的事，这些事只有站到一个新的高度上才能想得通。以往人们总是把宇宙幻想的温情脉脉，而当决策者把外星文明当做一种威胁来研究时，才发现这其中的水极深。从这个角度来讲，红岸基地就算没有找到外星人，也算是赚麻了。
能把未来才需要考虑的事情提前进行研究布局，可见决策者的思维的确超前。不过因为长时间没有成果，红岸后来也不好过。70年代末，红岸系统曾进行过一次升级，但是后来高层意识到找外星人这事儿难度确实太大，所以红岸基地不再是小甜甜，基地的保密等级一点点的降低了。虽然编制还在2炮，但科研项目已经转交给了中科院，接了很多其他方向的课题，尤其是对太阳的研究。在后面的故事，叶老师讲得很简略。红岸基地后来被划入了军转迷范畴，2炮放弃了这个基地，而中科院承担不起基地的运行费用。幸亏有雷志成引进了其他项目，让红岸基地有了一些回报。原来雷志成入伍前也是学天体物理学的，觉得在技术部队搞重工没啥前景，于是又回到了科研工作上来。原著这里汪淼直接点破，干重工的想重新回来搞技术没那么容易。雷志成的很多科研成果其实是直接拿叶文洁的，然后署上自己的名字。后来随着时间推移，红岸基地也就彻底被埋葬在历史长河。对于红岸基地的人来讲，探索外星文明总让他们有一种孤独感，茫茫宇宙仿佛真的没有别的智慧生物，这是何等的孤独。对叶文洁来讲，这种感觉尤其强烈。叶老师留在红岸基地一往昔，汪淼也被拖拉机送下山去，他的世界观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他能和叶老师共情，但却意识不到叶老师身上还有许多疑点。等他和史强会合后，史强告诉他，常伟思那边已经拿到了红岸的档案，而大师也调查了那个红参厂，表面上没啥问题，郑亦飞是厂子里的顾问，而厂子里招募的都是齐家屯的父老乡亲，正好齐家屯的老乡们和叶老师关系贼铁，这也不算有啥直接的联系，二人只好打道回府。可对于观众来讲，我想你一定会有很多疑惑，叶老师真的没有找到外星文明吗？他从一个搞学术的混到反人类组织的统帅，肯定是有奇遇。如果不是背后有外星文明撑腰，科学边界那群人哪来的超自然力量？如果不是联系到了外星文明，拯救派为啥要监听半人马座方向的宇宙电波？显然，叶文洁告诉汪淼的只是红岸往事的一部分，真正的狠活还得等到下一期才能揭晓。汪淼走后，叶文洁独自留在雷大峰，他在等一个人，一个叫伊文斯的老朋友。汪淼来之前，叶文洁就打电话给潘寒，让他约伊文斯来红岸见面。夜幕降临时，伊文斯如约而来，这2位老朋友互相敬重，又互相提防，他们之间的故事，咱们也放到后面详聊。你只需要知道，红岸废弃后，伊文斯与叶文洁不知怎么联系上了。等他们第2次见面时，已经在一艘大船上。伊文斯是个猛人，他建立了第2红岸，联系到了主，还招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共同为主服务。他们被称为地球3体组织，简称 ETO， 而叶文洁则被拥护为 ETO 的统帅、精神领袖。但这个组织实际被伊文斯控制，与主的联络方式也被伊文斯篡改。当年的叶文洁没有想到，伊文斯表面上认同他的纲领，请主来改善人类社会，但实际上伊文斯极度仇视人类，他所有行为的目标都是请主降临毁灭人类。他所招纳的成员也大多是极端反人类分子，也就是说，ETO组织从根上就长歪了。叶文洁想劝伊文斯从良，但伊文斯却告诉他没关系，都一样。伊文斯讲完后便离开了。既然撕破了脸，也就没啥可谈的了。而叶文洁也陷入了深深的反思。说回史强和汪淼，他们不知道叶文洁的真实身份，但无论叶老师再怎么说找不到外星人，大使都不信。并且也在红岸资料里发现了一个细节：叶文洁在1969年进入红岸，1973年和杨伟宁结婚，但在1979年10月21日，杨伟宁和雷志成同时坠崖牺牲，这实在是太巧了。这位叶老师真是太特殊了。有类似想法的还有作战中心的大佬们。常伟思拿到红岸解密资料后，就意识到了敌人可能是外星人。他们之前也不是没有做过这种假设，但依然很头疼，因为谁也不知道跟外星人的仗该怎么打。为了继续发掘真相，史强把国内外刚解密的外星探索资料全部搬给汪淼琢磨，生产队的驴都不敢这么使唤。你还别说，汪淼真的找到了一些异常电磁信号记载，但他依旧觉得不可能是外星人发来的，因为那个信号离我们很远，联系一次要花几十亿年。大使还想抬杠，被汪淼这个比喻小天才一一反驳。比如大使问，会不会外星人发射的信号比光速还快？都能光速旅行了，还发什么无线电波信号啊？剧本安排汪淼和大使这段对话，就是为了引出一个话题：这个宇宙究竟有没有外星人？如果有的话，他们在哪儿？这其实是天文领域的经典话题——费米悖论。这个留着强者发型的提出者就是原子能之父费米。简单说就是，从概率上讲，宇宙存在外星人的几率非常高，但为什么我们从来都没有发现过？史强虽然不懂费米悖论，但他对天文学感兴趣。不怪这大使，没事就撺掇汪淼去欺负老太太。叶老师提出了3种找不到外星人的可能原因：第一，宇宙中真就没有外星人；第二，有外星人，但是双方技术条件差的比较多，没法联系。比如靠飞鸽传书的文明和量子通信的文明，怎么可能一起建设宇宙？第3种说法就比较吓人了，有外星人，但都不敢在公屏上留言。至于为什么大家都保持沉默，叶老师也没明说，反正真相挺吓人的，要到下一季才能解锁。
汪淼和易老师的谈话对史强来讲啥用也没有，他觉着易老师说的几种可能性就跟没说一样。你们科学家不都是先认定一个方向，然后再去证明吗？比如牛顿认定光是粒子，惠更斯认定光是波。汪淼一听，可以啊，几日不见，你都知道玻璃二象性了，这是在哪修炼了？就在俩人来本剧唯一指定饭店吃卤主食，东方不亮西方亮，魏成拿着计算机和演算稿纸来寻求警察叔叔的庇护，还在公安局里把三体问题的研究又向前推动了一步。为此还让大使和汪淼等了他5个小时，这可把大使急的，恨不得冲进去把魏成计算机的电源线给拔了。等魏成算完了，他向大使和汪淼讲出了自己的故事。魏成的高中老师发现他在数学方面天赋异禀，在他眼中，数字是立体的图形，而一切图形都转化为数字。他脑子里计算速度太快，以至于看到一个题就能写出答案。如此天赋，引得老师感慨。但是你这号人，永远是不会珍惜自己的天分的。原著中，这位老师也算小有来头，所以才能发掘出魏成的与众不同，这是魏成的幸运。但就如老师所说，他这号人不懂珍惜，参加竞赛一路杀到国际奥数冠军，也是被复旦录取，但他没想着博一把菲尔斯奖扬名立万，反倒吊儿郎当混过了本硕博，在大学教书也是混。某一天，魏成对一切都厌倦了，所以他去了一间寺庙，那里住着他父亲的朋友，此人学问极深，晚年参禅悟道，活得极为通透。在原著里，魏成是去了南方的寺庙，那位智者是庙里的长老，剧版将长老改成了一个姓韩的教授，寺庙位置也挪到了北京。韩教授在之前的剧情中便出现过，单于飞和潘寒都对此人毕恭毕敬，可见这是个得道高人。韩教授表示，寺庙可不是个清净地方，魏成这号人也理解不了佛，要清净省心，自己就得空。他嘴里的空并不是空虚，而是一种存在，你得用空填满自己，才能获得清净。在原作中，魏成觉得这根本不是佛家的理念，反倒更像物理学的理念。其实我倒觉着这里的空像是《道德经》里对有和无的辩证思考，空就像老子笔下的无一样，是一种更加接近事物本质的抽象概念。为了给观众解释明白，剧本安排韩教授把一个收音机拆成零件，问魏成什么是收音机。魏成睡不着的时候就开始思索着空，他在脑海中开辟了一个空荡荡的世界，就像无边黑暗的宇宙，但这空间太过寂寥，以至于他的内心更加不安。于是他给这个空间中加入了一个小球，但这球也不让人痛快，因为小球一动不动，宇宙还是一片死寂，所以他创造了第二个球。随后他发现2个小球会在引力作用下撞到一起，又是一动不动了。如果给2个球赋予初始速度，2个球会互相环绕，直到向心力等于引力，无休止的重复相同的运动，就像死亡的舞蹈。于是魏成又创造第3个球，这球可捅了马蜂窝了。前面说过，任何几何形体在魏成眼睛里都是一串数字或者方程，2颗球在他眼里用1-2个方程就能表示，但3个球的运行极度复杂，那些方程就跟下暴雨一样无休止的出现。就在魏成睡着了，这3个球也在意识深处运动着。魏成想要找到运行规律，他的大脑前所未有的全功率运行了。这下他找到了空，让自己平静了下来。从那之起，魏成就拿着庙里的账本，靠脑子和笔进行3体问题的海量计算。咱就是说，这人要放到2弹1星项目里，估计能省下不少算盘。山中不是岁月，某一日，单于飞闯进了魏成的房间。单于飞一直在寻找一种非常规的数学办法，想把3体问题转化为海量计算。没想到能在这个庙里遇到扫地僧，他请魏成下山，保证会提供最好的环境供他研究。而魏成也一眼看出申玉飞不是凡人。如果这就是天才眼中的世界的话，我只能说，我大概也处于智力抑制状态。魏成当时拿不定主意，便来到寺庙院子里，结果听见了申玉飞在祈祷，说什么佛祖保佑我主脱离苦海。这祈祷词把魏成搞懵了，他找到韩教授求教。询问之后的韩教授想了好一会儿，觉得只有一种可能，他所说的那个主是真实存在的。魏成又懵了，那佛祖究竟存不存在？韩教授解释，佛祖是魏成这号人理解不了的存在，但申玉飞的主是他能理解的存在。同时，韩教授也劝他，申玉飞背后应该有你理解不了的东西，最好别跟他走。但魏成也不能在这家庙里赖一辈子，所以依然投入了吃晚饭的行列。申玉飞给魏成提供优渥的科研条件，彻底把他包养起来。为了方便，2人还结婚领证了。接下来几年，魏成心无旁骛的计算，而申玉飞也只把他当生产队的驴，只关心研究进度，还整天催更。史强问魏成为啥没被拉进科学边界？你很幽默啊，他拉我干什么？我都是他的人。魏成的研究取得重大成果，然后潘就拿枪上门威胁他，让他停止计算。更可怕的还不止于此，那晚他睡觉的时候，申玉飞居然出现在了他的床边。申玉飞拿着刀在他的颈部呈匀速状滑动，并且威胁他绝不能停下研究，否则就弄死他。既然进也是死，退也是死，魏成果断改其意志，别投共了。为了继续搞自己的研究，魏成跑来找大使，并且把自己所有的研究成果打包交给汪淼。接着汪淼第一次去申玉飞家的时候，魏成就注意到他了，认定他是个好人。于是魏成劝汪淼，那个人能打发完余生已经是万幸了。
大使一听，我咋觉得你还知道不少东西？魏成表示，我只是懒，又不是傻，整天和申玉飞在一块儿，咋可能啥都不知道？他以前没有报警，仅仅是因为没有冒犯的意思啊。警察算个屁！魏成交代所有事情后，方便给申玉飞打了电话。正如他们预料，申玉飞不关心魏成去了哪，只在乎他算的怎么样了。甚至有可能他就是故意逼魏成去警局。处在警方的保护下，潘寒也不敢轻举妄动。当知道新的实验模型构建好了以后，申玉飞要汪淼赶紧进游戏验证。等进入游戏中，他们将得知一个绝望的真相。而当他们再次见到申玉飞时，这个倔强的女人已经成为了一具尸体。3D 游戏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叶文洁到底有没有发现外星人？申玉飞又是如何死亡的？汪淼去参加玩家聚会又会见到什么？时间有限，这些问题咱们下期再和大家揭晓。以上大致是剧版《三体》16到20集的全部内容。这几集信息量很大，从木星视角捋了一下叛寒支线，讲了一下 ETO 组织的架构，说了火车悬案，谈了红岸往事，再之后还讲了魏成的故事。这几集仍给人带来惊喜。还是那个观点，影视剧的优点就在于更直观、更丰富的表现剧情。比如在魏成的戏份中，最重要的桥段就是让观众理解他寻找空的过程。剧版真就用虚空中创造出的小球配合魏成的自述来展现，尤其是这个镜头，第2个球像二郎神开天眼一样从魏成的脑海中飘出的场景，既合理又诡异，反倒完美契合了此时的意境。魏成睡着后，3个球在院子里舞蹈的镜头，又感觉像是在暗中 Q 第2部的剧情。再比如韩教授给魏成讲解什么是空的时候，随着讲解深入，2个人的镜头都开始虚焦，最后只有2个人的剪影，既给观众高深莫测的感觉，又暗合剧情中空的概念，是将实物解构，寻找本质，仿佛观众也找到了空。另外，随着剧情发展，对人物的刻画也更加深入了。首先要表扬的就是魏成，原著里这就是个工具人，交代一下剧情就没用了。但是剧版把这个人物设计的很有喜感，消解了那些专业词汇带来的严肃感，让人倍感亲切。而每当观众觉得这个角色废物的时候，魏成又会告诉你，他绝不傻，也不是低情商，就是活得太懒，看的又太通透。如果说上期视频中的白木林让人物性格更加丰满，那魏成这个角色在丰满的基础上，完全超越了原作的角色设计。相比魏成，韩教授的角色完全就是魔改了。不过把一个佛法精深的长老改成一个学识渊博的教授，似乎也更符合他与魏成对话中表现出的现代思维。其他的诸如木星、潘寒以及申玉飞，随着 ETO 的揭秘，这几位的角色丰满度也更上一层楼。潘寒代表的降临派充分印证了人类无法抑制自身的疯狂，当一群反社会的人聚集到一起后，就会变得无比孤傲。剧版将拯救派和降临派的冲突扩充剧情后，一点点的铺垫出来，既作为支线串起了剧情，也让观众更深刻理解 ETO 的性质，为后续剧情做了很重要的铺垫。此外，陈杰老师饰演的老年叶文洁也给了观众一个惊喜。之前的剧情里，叶老师更像是一个沉默的高知老太太，虽然有很多疑点，但她传递出的是一种饱经沧桑后的淡然。所以汪淼一直不愿怀疑叶老师。当叶文洁统帅身份揭秘后，一个和蔼的老太太身上忽然就有了一种威严的感觉，就好像是霸气外露。叶老师侃侃而谈红岸往事，带他看向年轻时自己的工位。青年与老年2个角色隔时空相望，这个角色的矛盾感和沧桑感一下子就出来了。当2张脸重叠在一起时，2个演员眼神的切换没有一丝突兀感，反倒递进的很自然。听说这2位演员在剧组只见过1次面，居然还能演同一个角色，演的适配度如此之高，只能说明2位都是花了大力气啃原著、用心钻研角色的好演员。鉴于篇幅，今天就和大家聊这么多，更多的人物分析还得等一众主配角盖棺了才能定论，毕竟很多人马上就要盖棺了。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本期视频点赞过6万，咱们就带大家看看3D 游戏中的大撕裂，看3D 玩家聚会，看统帅的末日，看 ETO 的疯狂。老粉们记得在下期视频开头刷句暗号，这次咱们就刷消灭人类暴政，世界属于3体。下期见，拜了个拜。成为频道会员不仅可以抢先观看成为频道中1%的审片人，还可以观看到无删减的影片，以及以往累计几十部长达几十个小时的会员影片。赶紧加入片片的频道会员吧！